3日时光荏苒，转瞬即逝。武神阁之主的身形早已经出现在丹神塔的小世界中，在其周围站着10几道散发着强大气息的身影，他们都是即将跟随着武神阁之主踏上天海的一批人，分别是萧炎、灵动、沐尘、云韵以及10大神长老。他们彼此的目光坚定，心中既有期待又有忐忑。丹神塔塔主，那么我就暂时先行告辞了。武神阁之主对着塔主告别了之后，便是将天海的具体位置悉数倾告于灵动。灵动听后，立刻凝聚起大道神力，将其注入眼前那一道空间神符。随着灵动的神力催动，空间神符上符文开始闪烁出点点星辰般的光芒，空气中弥漫起一股玄妙而古老的气息，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拨动了空间的弦，一股玄妙无比的空间之力，如同被呼唤的精灵应声而出，直接引动了这片天地空间以及诸神万界遥远天海之上的空间。两处空间也在第一时间发出了同样的一道波动。灵动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绝，他清晰地感觉到那片遥远的天海上，那里的空间已经与他们这面的空间成功的连接上，只要等待着他的话音落下，两处空间的位置就会发生变化。众人注视着他们周身所在空间荡漾出来的波动，每个人的心跳都在这一刻加速，空气似乎都凝固了一般，震撼着空间神符的强大力量。突然，灵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响起：大家做好准备。这一道声音如同一把利剑划破寂静的长空，声音回荡在他们的耳畔。每个人都紧握自己手中的兵器，神情肃穆，准备接下来的空间移位。在被空间神符力量的影响下，这里的空间无尽扭曲，他们仿佛置身于一个无形的空间漩涡，身体轻飘飘的随波逐流。空间的褶皱如同液体一般流淌，光线在这些褶皱间折射，形成了一个个扭曲的光晕，美的诡异，也显得让人窒息。他们的呼吸似乎都被抽离，只剩下心跳在空旷的空间中回荡。突然，一阵更为剧烈的扭曲传来，像是空间本身在震颤。他们的视野中光线变得越发错乱，直到最后，刚刚他们眼前的一切景物都消失了，只剩下深邃和无尽的黑暗。然而就在之时，一道刺眼的光芒突然绽放，伴随着空间撕裂的轰鸣声，萧炎他们的身影被猛地吞噬，消失在了这片光与雷的交织之中，只留下了丹神塔塔主和内塔之主站在原地，目光紧紧锁定着萧炎他们消失的空间上。他们的脸上写满了一丝严肃之色，虽然跟随着10大神长老一同前往，还是会有所担心此次他们前往天海时会碰上神器联盟的那批人。与此同时，在距离丹神塔极其遥远的浩瀚天海之上的苍穹，宛如被神之巨手猛然撕裂，一道空间裂缝横贯天际，雷声轰鸣，电光闪烁，无尽的雷霆如龙蛇般在裂缝中肆虐游走，引得下方的天海海浪滔天，怒涛狂涌，向不远处的一座望不到边际的岛屿发起猛烈的冲击拍打。那座巨大的岛屿一望无际，孤置在浩瀚的天海之中，犹如一座孤城在暴风中顽强抵抗。巨浪一波接一波，无休无止，撞击在那座坚固的岛岸上，激起漫天水雾。岛屿之内，万物在水汽与雷鸣中瑟瑟发抖，仿佛一切岛屿上的一切生灵在此刻都显得自身无比的渺小而无力。突然间，那些居于这一座岛屿上的超级神奇感应到了异变，纷纷朝着四面八方急速的掠来，现身于这片空间之上。他们的身影纷纷闪现而出，脚踏虚空，面朝天海之上的那一处空间裂缝，神色震惊。这些身影的实力至少都是在7重天位神之上，掌控着天地之力的神奇，此刻却显得无力和迷茫。怎么回事？这道异象是什么东西？为何会引发出如此可怕的破坏力？这些7重天位神以上的超级神奇惊骇出声，他们的目光透过雷电交织的幕布，凝视着那处撕裂的空间，周围恐怖的雷霆爆发，引动天海如此激烈澎湃，也是他们第一次所见。此时此刻，他们的内心涌动着难以言喻的震撼情绪。小姐，岛主说了，不要让你前往那危险的区域，不然回去我不好交代啊。此时，在岛屿的一处虚空中，一道倩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怎么样都不顾自己父亲的命令，都要出来探一探究竟。然而，就在那道倩影以极快的速度飞掠到那处空间时，那裂缝空间处一道耀眼的雷霆直接从中爆发，直接化为神雷一般，将那片空间彻底的撕碎，还朝着不远处的那些震惊无比的超级神奇轰然劈去。而那些超级神奇神色大变，也是以最快的反应速度闪躲而开，身影狼狈的倒退飞去。小姐快躲开！那道倩影身后的一位追赶过来的男子似乎是看到了什么，立马表情扭曲，急促的大喊道。然而那道倩影一抬头，便是已经看到一道神雷近在咫尺，即便大脑已经反应过来，可是身体已经反应不过来，如果一旦被这道神雷击中，恐怕不死也得重创。不好！那道倩影立马感到一股危险气息，神雷直接朝着他怒劈而下。然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霸气无比并且散发出极其可怕气息的男子身影出现在了那道倩影的身前。那身影在雷鸣电闪中显得尤为坚定，
他神色凝重，双手迅速结出复杂的印记，周身缭绕着令空气都似乎凝固的威压。随着他的动作，一股强大的神之力量自他体内涌出，一股蕴含天地之力的神迹破空而出，化作一条怒吼的雷龙，在空中翻腾咆哮，散发着绝对的可怕气息。突然间，天际也传来轰鸣之声，一道神雷如同触怒的神灵降临人间，向那道神迹雷龙劈去。轰隆，两股恐怖的力量在天海上空激烈碰撞，响彻出天地初开的咆哮，震得四周空间都仿佛扭曲变形，天地为之失色。雷龙与神雷相互缠绕，宛如两个巨人在云端搏斗。电光火石间，整个空间都在剧烈颤抖，随时都会被撕裂。然而在片刻的僵持后，两股力量竟是相互的抵消，消散于无形。四周的无数神奇强者目睹了这一幕，他们对着见到这道身影的现身立马恭敬行礼，声音响彻云霄，在这洪亮的声浪之中充满了敬畏之色。岛主大人，原来那道身影竟是这座岛屿的主宰，岛主大人。而在雷龙与神雷消散之后，一道倩影再次映入众人眼帘。此时这道倩影缓缓地走向岛主大人，他的目光中带着一丝可怜之色，凝视着那位威严的岛主大人。爹，他似乎在这场力量的风暴中受到了惊吓，而岛主大人则转过身来，目光从冷漠逐渐转变为柔和，仿佛要将所有的安慰与温暖都传递给他。那儿，爹不是叫你不要过来了吗？本以为自己的爹爹会对自己大发雷霆，然而现在却是如此温柔地看着他。我不是想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毕竟最近天机岛的那些讨厌的人想要占领我们的地盘，以为是他们大举进攻我们的乾坤岛了。而眼前被岛主称之为那儿的女子，就是之前与萧炎他们相识的卞娜，乾坤岛的天骄之女。下次不许这样子了，可把爹担心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岛主看似严厉的语气，实则却是一位父亲对自己女儿的无尽关心。卞娜这时也知道自己刚刚太过任性了，然后直接拉着岛主的手臂开始撒娇了起来，这才让岛主的紧张心情有所缓解。然而那处空间裂缝此时越来越大，并且周身还有那些雷霆依旧弥漫而出，并且在这一时间，岛主的目光洞穿其中，感应到有十几道强大的气息朝着他们这边穿梭而来，而且其中的那十几道强大的气息实力远超天位神之境，即便是岛主都无法阻止这一场未知的动荡局面。他双手紧紧握拢，目光凝重地望着下方的狂涌天海，心想着这片天地将不再平静。虽然不知道对方是谁，但是如果真的是来消灭他们乾坤岛的话，那么岛屿上的所有生灵万物以及是超级神奇也难逃这次突如其来的动荡局面。突然一道比之前更为强烈的神雷之鸣响起，如同神怒，震得整个乾坤岛都在颤动。在那空间裂缝之中，十几道强大气息蓄势待发，即将穿越空间的壁障降临到这片天地之上。乾坤岛上的所有神奇强者们面色凝重，紧张无比，他们紧握着手中的武器，散发出恐怖的气息波动，那是他们抵御外敌的力量，也是他们守护自己领土的决心。尽管众人知晓他们并非那空间裂缝中十几道气息的对手，但守护家园的责任感让他们的目光坚定，神情坚毅。轰！随着空间裂缝中一道强光的爆发，15道身影如流星坠落，划破长空，降临在乾坤岛天海区域以及岛主和众神奇强者的上空。这突如其来的降临使得乾坤岛上空的气流都为之抑制，然后便是化为更加狂暴的波动。众神奇强者们瞬息间做出反应，阵型迅速调整，以迎接这未知的战斗。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惊骇之色，因为15道的身影每一道都是能够将他们视为蝼蚁瞬间灭杀的事情，但他们生在这里，即便不敌，也要为他们的领土捍卫守护，直到最后一刻。空间裂缝中散发的气息愈加浓烈，那15道身影渐渐清晰，他们无比的神圣莫测，每一道身影的出现都伴随着不同的波动，似乎连天地中的玄妙道法都被引动。带着光芒消散的那一刻，15道身影如破晓的曙光般突兀而现，映入乾坤岛无数神奇强者们惊愕的眼帘。他们正是刚从丹神塔通过空间神符的空间之力抵达此地的萧炎、灵动、沐尘、云韵等人。在他们睁开眼的刹那，他们望见了一片辽阔无比、让人心旷神怡的天海。在这片天海之中，耸立着一座雄伟的岛屿，仿佛是天地间孤独的守望者。此时岛屿之上，乾坤岛的那些神奇强者们已摆开了阵势，他们的气息如同狂风暴雨般汹涌澎湃，昭示着即将到来的战火。萧炎、灵动、沐尘等人感受到了对方那些神奇强者的强大气息波动，眼眸微微一眯，很快就想到其中的缘由。原来他们是把自己当作敌人了。空气中的紧张气氛几乎凝固，连呼吸声都被这肃杀的氛围所掩盖。乾坤岛神奇强者们的目光如利剑一般锐利而又冰冷，直指这群突如其来的入侵者。风起云涌，天海的巨大浪潮拍打着岛屿的岸边，这一切仿佛都在为即将爆发的战斗奏响序曲。乾坤岛的上空此刻却笼罩在一股紧张氛围的肃杀之气中，
而作为乾坤岛的岛主，他脚踏虚空，面对着15道实力深不可测的身影，他的语气沉稳有力，尽管心中波涛汹涌，但表面仍旧波澜不惊。你们究竟是谁？为何要将这乾坤岛的空间撕裂？空气几乎凝固，紧张的气氛仿佛即将引爆。这15道身影的气息强大到让四周的空间都在颤抖着，天空的云层更是因为他们的出现而开始变幻莫测。乾坤岛岛主身后的无数神奇强者紧张地聚集在一起，眼神中满是不安和恐惧。然而在这紧绷的对峙中，一直站在岛主身边的卞娜那一道声音打破了现场的沉默。萧炎，他的声音充满激动，脸上绽放出难以掩饰的笑容，仿佛是久别重逢的喜悦。他的双眼闪烁着光芒，其他乾坤岛的人也被他的情绪所感染，纷纷转向他，眼中充满了疑惑惊异之色。而就连乾坤岛岛主的身躯都不由得一颤，然后顺着卞娜的目光望去，只见那位名叫萧炎的黑袍男子站在那15道身影之中，他的眼神平静如水，但在那平静之下却藏着波澜壮阔的故事。这位黑袍男子的气息此时并没有外放，给人一种无害的感觉，但是又是最可怕的存在，又让人摸不透他真正的实力。突然间，萧炎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时，目光看向声源发出的方位，便是看见了他熟悉的一位女子，然后微微一笑，他向前迈出一步，所有神奇强者的目光都定格在了卞娜的身上。而后萧炎开口招呼道：卞娜，好久不见，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萧炎与卞娜的招呼如同春风化雨，瞬间消融了四周紧绷的空气，刚刚还弥漫着的紧张气氛和不言而喻的杀意，如同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抽离，荡然无存。而乾坤岛岛主的脸上闪过一丝震惊，他凝视着面前的两人，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语气道：那儿，你们认识？卞娜轻轻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回忆的光芒。他娓娓道来，将自己与萧炎初遇的那一刻，直至万界圣子争夺战的种种经历，如数家珍般向父亲倾诉。他的声音轻声细语，但在讲述着与萧炎的经历后，每一个字都仿佛刻画在空气中，清晰地映入岛主的耳中。乾坤岛岛主的神色在听到女儿的故事后迅速柔和下来，他的目光在萧炎身上打量，眉头渐渐舒展，紧绷的神情也慢慢放松，他的眼中流露出释然之色，仿佛重负突然得到解脱。最终，乾坤岛岛主释然一笑，对着萧炎深施一礼，歉意溢于言表。原来是这样，萧炎兄弟，刚刚我以为是乾坤岛的人入侵了我们乾坤岛，误会了你们，对此我深感歉意。岛主前辈，不必如此，我们就这样撕裂开空间抵达这里，换作是谁都以为是外敌入侵。刚刚我就感受到现场的气氛有所不对，我想应该是把我们当作外敌入侵了。况且卞娜也算是我的朋友，如今大家也不同这般客气。萧炎微微一笑，挥手示意不必介怀，他的眼神坚定，举止从容，透露出一种让人安心的气度。周围的空气似乎也被这份从容所感染，变得宁静而祥和。望着年纪如此眼近的青年，实力不仅深不可测，就连心境都是如此的高超，难怪会成为万界圣子争夺战的最终获胜者。而在萧炎的身边，灵动和沐尘，卞娜也是认了出来，双方之间都是拱手示意的招呼道：这一次真是虚惊一场，原来都是自己人，本以为天机岛请出什么强大的强者进攻我们乾坤岛了。再然后，萧炎也是介绍了此次陪同自己过来的武神阁之主以及丹神塔的10大神长老。一听到是丹神塔的那10位神长老的时候，乾坤岛岛主以及所有众神奇强者都纷纷瞪大了难以置信的目光。丹神塔那可以比超神巅峰势力还要强大的超神巨擘势力，而且前不久神奇联盟大举入侵丹神塔的消息也传遍了整个诸神万界。不过在神奇联盟盟主率领高层人物一同进攻丹神塔时，本以为丹神塔会在那一次的进攻下在万界中除名，然而一切都是有了新的变数。不仅在那一场势力间的对决下，丹神塔没有被铲除，更是让丹神塔现在的底蕴提升了一个档次。那位丹神塔塔主更是一位造化主神的存在，已经可以正面对抗神奇联盟盟主的存在。我乃乾坤岛岛主严正，见过几位丹神塔神长老。岛主对着10位神长老拱手恭敬道，因为他知道眼前的他们不仅是丹神塔的神长老，还是一位7品药神的炼药师，如果与他们搞好关系的话，那么乾坤岛也可以在这一次与乾坤岛的争夺领域中占取绝对的优势。10大神长老也是面带笑容的对着乾坤岛岛主点点头，既然萧炎说了大家也算是自己人，那么他们也不会无视他们。如果是换作以前，丹神塔的这些神长老们可不一定会与他们多有交流，毕竟他们乃是7品药神的炼药师，基本上乾坤岛岛主都很难见到丹神塔高层的这些人物，所以今日所见已经是偌大的荣幸了。接下来萧炎开始讲自己为何来到此处的目的，告知了卞娜，因为这也不算是什么秘密，而且他们一直生活在乾坤岛中，对于天海的事情已经也是有所了解。